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说的是生活中那些无效节俭行为。有一位网友分享说，她的闺蜜夏天太热，舍不得开空调，就跑去商场蹭空调吹，结果停车费花了30块，喝冰奶茶花25块，买衣服加吃饭花了350块。晚上回家后发现家里空调没关。当然，这或许只是个段子，但背后的意义却很深刻。其实，无效节俭就是指生活中那些为了省钱，但却以花更多的钱而告终的行为，过程还搞得自己很辛苦。这一期咱们不谈装修，就来聊一聊生活中那些辛苦但无用的节俭行为。看完我直接破防，太扎心了，个个都是贫困家庭的通病。一，为了节俭，总吃剩菜剩饭。家里的老一辈有很多看似节俭，实则浪费的生活方式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先吃剩菜剩饭，新鲜的菜炒完继续剩，然后餐餐吃剩菜，周而复返。网友艾特张小希的流水账：我婆婆勤俭节约一辈子了，吃剩饭剩菜自然是家常便饭，怎么劝也没用。前天吃了隔夜的竹笋烧肉，吐了一下午，在我一再坚持下，才勉强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。网友艾特灰胖胖：我妈就是这种，怎么劝也不听，明明给她订了午饭，却非要吃剩菜。放在冰箱里也不盖保鲜膜，冰箱门一开，里面的味道都是馊的，他还热着吃，结果该吐的都吐了，自己还难受，图个啥呢？小东建议，诸如此类的节俭行为在父母一代还有很多，比如水果总挑烂的吃，结果节省过了头，最终住进医院。奉劝大家，劝诫长辈，恰得其反的事别做。二，为了省小钱，反而损财更大。勤俭节约没毛病，但省钱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小失大。网友艾特加勒比海带说个真事：老家县城的邻居因为钥匙忘家里，不舍得花钱叫开锁师傅，让儿子爬窗进去开门，结果从楼上摔下来，骨折做手术花了5、6万。网友艾特你好呀，王大宝，这题我来答。我老公听说油价要上涨，为了省10几20块的油钱，大半夜跑出去加油，家附近的加油站没有了，跑了10几公里加油，把别人车还刮了，保费涨了好几百，结果第二天油价没涨。小东建议，看完上面的案例，真的感觉挺唏嘘的。这些无效节俭行为太不可取了，有些钱该花还得花，不要做因小失大、得不偿失的事。三，喜欢凑满减就为打折。为了凑满减，享受商家的打折活动，买了一堆根本用不上的非必需品，结果大多数买回来就放在那闲置。网友艾特叫我赵大大，去年双11在一家店铺看中2件衣服，但商家说买5件能打推车，于是为了凑单又勉强挑了3件，多花了600块。结果后面这3件实在不喜欢，挂在衣橱里了，至今没穿过。网友艾特节俭的蛋蛋，千万别学我一个人叫外卖，为了凑满减点了一堆根本吃不完，结果全扔了，浪费不说，还多花了好几十块。小东建议，不管是满减还是凑单打折，其实都是商家捆绑销售，为清理库存的一种手段，千万别被营销套路诱惑，非必须买多了就是负担。建议按需购买，才能杜绝不必要的浪费。四，废品不舍得扔，攒起来卖钱。中国人都喜欢勤俭节约，但也要讲究方法和性价比。生活中最不值得的行为就是攒废品。网友艾特事事如意，再也不会攒纸壳子了。今天把家里积攒的纸壳子快递箱卖废品，结果到手16块。我家房子2万1平，这10几块的破烂占了我房子空间大半年，堆在阳台有碍美观不说，搞得还特别乱。网友艾特请你吃小馄饨，大家的快递纸箱、纸盒千万别攒了。之前看见质量好的不舍得扔，总想着以后会用到，结果攒来攒去，纸箱子没用几个，却招来的一堆蟑螂，太可怕了。小东建议，家里的废品，尤其是纸壳箱、饮料瓶子都不干净，攒多了不仅浪费空间，还会带来脏乱差的生活环境，到头来也换不了几个钱。不舍得扔掉，不如做好事送人。五，不舍得买正品，总找平替。逛商场看到喜欢的正品包包、服饰，嫌价格贵，不舍得买，总喜欢去网上找便宜的平替款，结果衣服没穿几次就变形、起球，包包不是开线就是褪色，然后继续花钱买。网友艾特咸鱼吐刺，所谓的平替就是仿品，虽然款式和正品差不多，但质量却天差地别。之前2000块的大件不舍得买，网上花600块买了一件平替，结果面料又厚又硬，版型也不对，穿2次就掉毛起球，后来还是买了原版。
网友艾特我是小杨，听劝大学生千万别买平替，越穷越别买，特别是这种质量不好的，买回来也穿不出去，就是浪费。花99块钱买来20块的地摊货，本来想装千金，结果穿上是又土又穷酸。小东建议，事实证明，买平替产品不但不省钱，有时候反而会花更多冤枉钱，不如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选择一步到位才更省钱。6. 当下图省钱，却忽略了隐形消费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，表面看能省下当时的花费，但却忽略了后期的成本花销，特别是一些人情世故，反而更贵。网友@Coco 姐说个扎心的事，家里上个月换了新冰箱，就想着把旧的送到父母家，找搬家公司一问，要价350块，老公嫌贵，为省钱找了3个哥们来帮忙。过程倒是挺省心，但看着几个人抬上搬下的也很辛苦，过后不吃个饭犒劳一下也说不过去，结果吃顿烧烤花了800-900块，真是省了个寂寞。网友艾特珠宝爸爸陪我哥们去银行办事，不舍得掏10块钱的停车费，停到路边，结果违章罚款，交了150块。网友艾特非凡的西柚，我亲妈为了省几桶油钱，自己种油菜，搞了1个多星期，菜籽加肥料花了600-700块钱，然后累得浑身哪都疼，坚持不了住院调养，花了2000多，最后收获了2桶油。小东建议，生活中遇到想要省钱的时候，都要认真想想有没有背后成本和隐形消费，千万别只图当下便宜，过后却付出更多额外花费。都说无奸不商，只要昧着良心，就会赚到更多的钱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如今的资本为了方便他们获利挣钱，会编造各种谎言来哄骗消费者，但可怕的是，很多人还深信不疑，并且为此还买过单。这一期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年资本家为了忽悠你钱所编造出来的7大谎言，让大家看到真相，别再上当了。1. 面膜能补水。女孩子天生爱美，不管是小女生还是上了年纪的阿姨，都很在意自己的容颜。资本正是抓住女性的这个心理，大肆宣传面膜的功效，什么能补水、能美白，经常使用面膜能让皮肤更加水嫩光滑。但实际上，早就有学医的相关人士辟过谣，面膜能补水完全就是谎言，它只是把皮肤的角质层泡胀了，短期内给人一种水嫩白皙的假象。所以说，市面上所有号称能补水的面膜，其实都是智商税。只有按时休息、合理的饮食加运动，才是保持年轻的秘诀。2. 味精致癌。早期味精是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，但自从听说吃味精对身体不好，会掉头发，甚至吃多了会致癌的说法后，很多家庭都不敢用了。于是资本开始大肆营销鸡精，编造出鸡精更健康的谎言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，它就是以粮食为原料发酵制造的，食用非常安全。反之，打开鸡精成分列表，排在第1位的就是味精，之后还添加大量添加剂，所以两者谁更健康？答案不用多说了吧？知道真相的你，是不是也感觉这些年我们都被资本骗了？3. 硅藻泥除甲醛。很多人装修房子最担心就是室内甲醛超标，危害到家人健康，于是宁愿多花点钱，也尽可能的去买一些环保的装修材料。于是，一些资本嗅到了商机，推出墙面涂料硅藻泥，宣称不但材料本身天然环保，而且还能吸附室内甲醛。凭借硅藻泥除甲醛的谎言，在前些年的装修行业里卖得风生水起。但实际上，硅藻泥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，它确实有少量吸附游离甲醛的能力，但却没有去除甲醛的功效，而且吸附饱和后还会2次释放。所以硅藻泥可以除甲醛就是智商税。此外，真没必要花钱去买那些所谓的除醛产品，什么绿萝、活性炭、光触媒等作用都很小，只有开窗通风才是最省钱且实用的去甲醛方法，没有之一。4. 吃猪油不健康。老一辈人都喜欢猪油，用猪油做出来的饭菜不仅香气宜人，而且口感也更加美味。但是资本家为了更好的销售大豆油，就开始在各个渠道打压猪油，编造出吃猪油不健康，是心血管杀手的谎言。但实际上，这就是20世纪营养学最大的骗局。猪油不仅安全，而且还被评为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之一。所谓的饱和脂肪酸，实际跟心血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家的一个亲戚，农村的遗老，今年87岁高龄，吃了一辈子猪油，身体还是健健康康的。所以真没必要去花高价去买所谓更健康的调和油。5. 防晒服才防紫外线。今年夏天想必卖的最火爆的服饰就是各种防晒服了。资本依靠只有防晒服才能对抗紫外线的谎言，狂挣了中国女性近600个亿。
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得要买防晒衣。其实普通的衣服也能防晒，随便一件衣服的话，它都有一个物理遮光作用。尤其是深色的纯棉服饰，遮挡紫外线的能力甚至比防晒衣效果还好，并且市面上真正能挡住紫外线的防晒衣，符合标准的少之又少，很多都满足不了 UPF40加的评定标准，所以别再为这些智商税产品买单了。6. 钻石永流传。钻石保值是本世纪最大的商业谎言，骗了我们消费者100多年。资本家为了卖高价，获得更高利益，大肆宣扬钻石代表永恒、代表爱情的宣传口号，说什么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但实际上，钻石的成分就是碳，不是啥稀奇玩意。随着越来越多的钻石矿被开采，以及人工培育钻石的诞生，钻石的谎言被一步步揭穿，如今的贬值率高达 99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婚前你拿2万块买的，现在想换钱，它只能卖200。那些上当受骗的人真的是欲哭无泪。7. 一次性筷子破坏森林。前几年疫情原因，公司食堂停业，开始发盒饭了，然后就有同事倡导大家不要使用一次性筷子，说太浪费，还会破坏森林，还拿出相关数据，说我国每天消耗130万双一次性筷子，相当于砍伐了42棵参天大树。对此我深信不疑。后来直到看到头条官方辟谣，才知道又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和资本编造的谎言。如今的一次性筷子多数都是用作家具剩下的边角料，或者是人工种植的速成林木，根本不存在毁坏森林一说。而且据我了解，一次性筷子的普及和推广对国内传染病防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说在最后，这些年老百姓挣钱不容易，黑心的资本商家为了利益，想尽一切办法来忽悠消费者。这些骗局是时候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，我们被蒙蔽的双眼也该擦亮了。